求世子夫人给妾身和孩子一个安身之所，妾身不求名分，可我腹中胎儿是世子的骨肉，不能流落在外啊！我随太后去皇觉寺礼佛回京，我的马车被一个挺着大肚子娇媚女子拦在半路。镇国侯世子成亲3载，一直未有子嗣，如今居然有人说有了他的骨肉。世子不在京中，若世子夫人苛待我们母子，让他亲生骨肉流落在外，不怕世子回来后怪罪休了你吗？世子休了我，这女子聪明是聪明，可是她搞错了一件事，我可不是镇国侯世子能休的人。世子夫人，求你给灵烟一个容身之地吧。我腹中的孩子是世子的骨肉，妾身只身一人，可以不要名分，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却是世子唯一的骨肉，他不能无名无本啊！夫人与世子成亲几年，一直未有所出，岂能看侯府绝嗣？求夫人开开恩！大夫说了，我肚子里的是男胎，若我能入府，孩子生下来可以记在夫人名下，认夫人做母亲，妾身可以什么都不要的。可是作为母亲，只想为孩子争一争。世子妃没生过孩子，自然不懂为母之心。我看着他泪流满面，眼神里却带着丝得意。这样的小把戏，你若是真什么也不想要，何谓会大张旗鼓在大街上拦停我的马车？你若想要名分，到侯府好好商量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为何闹得人尽皆知？你不过是想以这腹中胎儿相要挟，要我答应你入府是吗？不是的，世子夫人，灵烟什么都不懂。是世子一再照拂灵烟，可是世子到了日子还未返京，灵烟产期将至，实在害怕，求世子夫人高抬贵手，给孩子一个出身吧。我腹中孩子是世子的长子，不能流落在侯府之外啊！难不夫人自己生不出，也不让别的女人为世子生下子嗣？你是想让侯府绝嗣吗？也是，宁国侯世子成几年一直未有子嗣，世子夫人这肚子就是没动静。总不能让宁国侯真的断了香火啊！听说世子夫人也没有给世子纳妾，估计是个善妒的。女人讲究3从4德，如此善妒，如何能做好高门宗妇？看这女子真是可怜，都快生产了吧？世子夫人。为夫君开枝散叶是为妻的根本，你自己不能生养，几年不下个蛋？我们姨娘为世子怀有子嗣，你该感激涕零，八抬大轿把人抬进去才是。她身子弱，平时世子也不让我们姨娘受一点气，你这样不理不睬，让姨娘跪着，若是害我们姨娘动了胎气，你担得起吗？你的身孕有多少个月？妾身被世子收房也有9个月，这腹中胎儿有8个月大了，所以9个月世子都未把你抬进侯府，是为何？是你身份不足以为外人道，还是这胎儿不是他的？若他待你如珍似宝，怎么会养在外面当外室？真要如此心爱之人，早抬进府给个名分，怎么会拖到要生产还不给名分？是因为灵烟为药不可办婚事，所以拖到现在。灵烟身世清白，不是那种随便之人。世子夫人为何要侮辱灵烟？难道就因为我出身贫苦之家，就一定是不清白的女子吗？你将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女子看成什么了？就是太过分了！不过是世子夫人，就如此瞧不起人吗？你再厉害，还不是一个蛋都生不出的母鸡？镇国侯世子就该将这妇人休了。周围的人被灵烟的话带动着情绪，对我不满起来。世人多是仇富心理，如今见有人拿其父说事，自然见不得妇人欺负穷人。如今灵烟守孝满3年，所以才赶来求夫人让妾身入府。世子长怎么可生在府外？以后名不正言不顺，岂不是惹人非议？好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！夫人，要不要让他滚一边去？找人都能找错，还在这里满嘴粪！世子夫人不肯让我们姨娘入府，大概是怕自己年老色衰，进了府会抢了世子的宠吧。男人喜欢漂亮的侍妾也是正常的，谁家没有3妻4妾？夫人何必执着？求世子夫人成全。
我的肚子。姨娘，你怎么了？就算你是世子夫人，也不能出手伤人。你这时候下毒手，你岂不是要害他一尸两命？世子不在京城，你便如此嚣张，你不怕世子回来找你算账吗？他找我算账，他不找我，我还要找他呢。在外面养外馆，败坏侯府门风，镇国侯府的世子怎么能做如此下作之事？大胆老妇，敢如此和我们夫人说话，还敢冤枉我们夫人！你敢打我？姨娘，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！让世子将这恶毒的妇人休了才是，否则你入府还不知被他如何折磨呢！让世子休我？我的身份可不是世子能休的。夫人要打要杀冲我来，何必打我的嬷嬷？你真不怕世子回来责罚吗？你谋害世子的子嗣，世子照样可休了你。凌烟姑娘这么会演戏，怎么不去南曲班子唱戏去？世子若为你出头，你自管叫他来找我，我绝不赖账。你也太过分了！就因为人家位分比你低，便要受你折辱吗？就是啊，人家肚子都7、8个月，马上要生了，这一脚岂不是要人命？他仗着皇上赐婚不能休妻，所以如此大胆。我自知身份低微，特地来求夫人，没想到夫人要置我于死地。世子说过，在他不在京时，我不管做什么都要护住自己周全，就算是御举也是可以的。既然如何，夫人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我倒要看看世子回来之后，知晓他的夫人要害他子嗣会不会休妻。休我？世子有这胆子？你让他试试。夫人何必如此欺负一个孤苦的女子？世子吩咐过，不管是谁，就算是世子夫人来，也不许欺负了姨娘。如今得罪了，你敢！好大胆子！你知我们夫人是谁吗？不管她是谁，如今得罪了姨娘，就该下跪给姨娘道歉。李侍卫，这恶毒的妇人不能生养，还占着正室之位欺辱我们姨娘。等姨娘生下世子的长子，必能抬做贵妾或是平妻，到时候姨娘才是侯府的主子。这种不下蛋的妇人，就该轰出侯府去。你只管打，到时候自有姨娘为你做主。你做主。夫人，就算你高高在上，做错事也要认错。你只要跟嬷嬷认个错，便也罢了。哼，我给他认错，你们也配？你这样我也帮不了你。世子夫人，对不住了，老奴心眼子小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你既然打我，我还手也是应该的。嬷嬷从小带我长大，如我母亲一般。夫人打她便是如我长辈一样的，你受她一耳光便扯平了。等世子回来，这笔账便算了。刚才你不是很得意吗？羞辱我家姨娘，如今你跪地给姨娘磕个头，恭恭敬敬迎她入府，从此大家便是姐妹罢了。呸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，敢要我们夫人磕头？跪下！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动我？哼！和姨娘道歉。闭嘴！一个贱婢，有什么资格在我们姨娘面前得意？夫人，你只要道歉，妾身是不会怪你的。还是你看不起凌烟，说我是见不得人的妾室？我数3数，你再不磕头，我就不客气了。1、2、3。夫人，你们疯了！我们夫人不是世子夫人，你们弄错了。如今怎么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认了？刚才不是很得意吗？待我生下世子的孩子，
连世子夫人的位置都是我的。你这般蠢，怎么活到现在？这个镇国侯世子夫人之位，你当真是可惜了。待我入府做夫人那一日，我要你跪在我面前跪着头敬茶，想想都开心。夫人还差一个才磕够呢，这个头是给我肚子里的孩子磕。刚才你一脚却踹到了他身上呢。好歹是世子夫人闹出人命来，到时候可不好交代。对呀，这厢房也太嚣张了吧！你们敢！我可是镇国侯的。前方何事发生？林燕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世子夫人刚才要杀了我们的孩子，她还踢了我肚子一脚。现在我肚子疼得厉害，你可要为我和孩子做主啊！谁敢害世子的子嗣，要重责！世子夫人也太善妒了一些。你打扮成这副样子，哪里有世子夫人的样子？世子，妾身怕极了，刚才他真的要杀了我，我和孩子差点就看不到你了。贱人！难怪世子不喜欢世子夫人，她这个样子倒像是比你还长一些。世子风流倜傥，她这般岁数怎么配得上世子？母亲，世子，你魔怔了，这不是世子夫人吗？母亲，怎么会是你？您不是和太后在皇觉寺礼佛吗？若非是我回来了，被你的外室拦了马车，我怎么会知道宁国侯世子在外养着外室，私生子都要出生了？你将镇国侯府安置在什么地方？又将世子夫人安置在何处？母亲，都是误会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我瞎说？为了一个外室，用脚踢你的母亲，这是我瞎说，还是你睁眼说瞎话？你的外室好大口气，拦我马车，打我丫鬟，让侍卫压我跪在地，向他磕头认错。这若非世子纵容，他怎么敢这么嚣张？世子，你叫他什么？他不是你的世子夫人吗？便是恶鬼！闭嘴，贱人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拦母亲的马车，还叫人把他打伤，敢对母亲不敬，该死！世子不是这样的，我以为她是世子夫人，显然上面的标识是世子夫人马车的标识啊，我专门找人问过的。哦，你还专门找人问过？你可知宁国侯世子是夫人命犯？你打探命妇的行踪，半路拦截，你是要谋害朝廷命妇吗？不是的，夫人，不是的，夫人，妾身真的知错了。我只是听说世子夫人不能生养，想着我这肚子孩儿是世子的骨肉，岂能留在外？请夫人做主。世子的骨肉，不过世子的骨肉有多了不起？让你可以为所欲为，敢对世子夫人打骂，你这样的贱婢也配进镇国府的大门？就算你现在是7、8个月的身孕，我说留下这个孽胎，你又能怎样？来人，在，把这贱人拿了，传达官府去，说他意图谋害镇国侯夫人。不可，不可！母亲，林燕已身怀6甲，肚子里是你的孙子啊！你和父亲为我挑的婚事，世子夫人不能生养，母亲是要侯府绝嗣吗？夫人。林燕做错了，夫人教导林燕，林娃不敢不从的。但是求你别打杀我和肚子孩子。是啊，侯夫人，若传出去你对世子的妾室下如此狠手，怕对你名声也不好听吧？程大人，听闻程大人与夫人夫妻情深，怎么对男人有外室一事这么看得开，还偏帮世子说话？程大人也有外室不成？还是说程大人和这林燕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世子还是小心一些为好。看程大人这般着急，你这个外室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还难说呢。你胡说，他是我爹！原来如此，我说怎么一个小小外室也敢打着世子夫人的主意？原来有程侍郎撑腰啊！我的天啊，程大人不是京城里出了名的宠妻如命吗？怎么有外室？外室女都这么大了？呸！什么宠妻如命，都是假的。现在好了，连外室女都做外室了，可真不要脸。母亲，林燕命苦。跟随母亲生活，程夫人善妒，程大人不敢把他们母亲的女接进府去，所以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母亲是外室，女儿也是，真是遗传啊！你要将这外室女带回侍郎府。父亲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你不敢？爹爹，求你给林燕一个出身吧，否则你肚子里的外孙可怎么办啊？程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背着我在外面养别的女人，还生了孩子！
靠着我爹的势爬到如今的位置，却早在10几年前背着就养了外室。你可真是好算计啊！想让这女子进门，除非我死。我娘亲是正妻，不是外室，你才是妾室。爹爹是先娶了我的娘亲的。你有了妻子还娶，骗婚！你说你从未定亲，也未有婚约，上门求娶，父亲才同意的。我与凌烟的母亲虽然没有写过婚书，也没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只是我们青梅竹马结成了夫妻。按着律法来看，确实算不得成亲，他也算不得正室。不是这样的，母亲说当时有邻里作证，还喝了你和娘亲的喜酒。如今村长还在，可以为人证。母亲才是你的正室，我才是侍郎府的嫡女。你敢骗我10几年，我把你的脸撕了！你成亲10几年无所处，我今日便休了你，你又能如何？凌烟母女孤苦这些年，我也该偿还亏欠他们的了。凌烟，我会将你母亲抬进府做正室，你以后便是侍郎府的嫡女，我看谁敢看不起你。你如今不要多想，安心生下孩子。如今你是侍郎府的嫡女，谁敢说你的不是？待你生下长子，我会以平妻之礼迎娶你进门。你敢？你的婚事是皇上所赐，你娶平妻就是抗旨。你若敢抗旨，为了不拖累侯府，我会去信告诉你父亲，这世子之位另选人当好了。世子，侯夫人，别国传来急信，侯爷在战场上对战时失踪了，只怕凶多吉少。怎么会失踪了？侯爷的副将呢？副将也失了踪迹，只怕与侯爷一起战死了。母亲，父亲战死，镇国侯府便由我承举。母亲还是安心吃山礼佛，为父亲诵经吧。来人，送侯夫人回府。我先送你回去，待明日便派人操持婚事。我的长子需在侯府出生，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我的嫡长子。侯爷怎么会失踪？如果他真有不测，只怕陆燕慈会一手遮天，在镇国侯府为所欲为。他与我没有血缘关系，确切的说，他与侯爷也没有血缘关系。当年他父亲战死，侯爷答应同标的托付，为了给他们母子一个容身之所，将他们母子带入了侯府，给了他们富贵至极的生活。他母亲死后，侯爷也让他封了镇国侯世子。只是我嫁进侯府后，怕我与我并不亲近，听闻他怕我有身孕生个侯爷的子嗣，倒是会夺了他的世子之位。可惜我嫁进侯府5年，一直未有子嗣。回到侯府，我被人关在了院子里，而院子外面欢天喜地，都是在准备着世子要娶平妻的婚礼。母亲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陆燕慈如今撕破了脸，只想让外室进门，还有他的外世子。我只怕他为了让凌烟做正妻，会对你不利，你要小心。你想办法将玉娣送进宫，让太后来救我。我在世子房找到的，这是我听他大概跟他的近侍说，我早在你平日的药里下了绝子药，怕是母亲未能生养，并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是陆寒怕母亲有了子嗣，与他争夺世子之位。如今父亲死讯来，只怕他更是不会活口，我浑身如坠冰窖。我与侯爷视他如亲生，从未想过要夺他世子之位，不料他却狠毒至此，对我下绝嗣药。母亲，今日儿子娶妻，母亲总要坐正堂喝一杯媳妇茶才是，否则别人以为父亲刚去世，我不孝嫡母可怎么办呢？来人，给侯夫人梳洗送到堂，等吉时到了，我和凌云就拜堂成亲。不必，世子娶妻，我这做母亲的也高兴。我带好给凌烟的见面礼便来。大概觉得侯烟训全无，必死无疑。他没有侯爷做靠山，父兄皆在边关，对此也是边莫局。我并非子生母，但是世子是极孝顺的。如今他再娶妻，我也有礼物送给他。多谢母亲。正是世子亲笔所写的药方，是给我补身子用的，孝顺至极，是不是？都是儿子应该做的。
乔大人，我要告宁国侯世子谋害嫡母，给嫡母下药，让侯府绝嗣。这一张药方与我每日所吃的药丸相冲，药性聚一起，在我体内便是一副绝好的绝子药。这是我平日所吃的太医院所开的药丸，请大人一起查证，还请大人明察，还我一个公道。镇国侯刚传回死讯的消息，世子便爆出对嫡母下药，这传出去简直日有为伦啊！胡说！我怎么可能会给嫡母下药？世子勿急，我自会查个清楚明白。父亲刚死讯刚传来，母亲便急着夺权，要置儿子于死地吗？母亲是继室，嫁进侯府不过几年，与父亲聚少离多，想必早生了异心，还是去礼佛的时候已有了别的相好，此时只等着拿了侯府的家产与奸夫走高飞吗？太后驾到！叩见太后。你母亲是跟着哀家家去礼佛，你把佛门净地到什么地方？还是说你认为哀家在包庇你母亲做下苟且之事？臣不敢。逆子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侯爷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别怕，万事有我在。父亲，怎么可能？他们都说你失踪了。若非他们找不到我，传回死讯，怎么会知道你如此狼心狗肺？你听说我死了，所以开始肆意妄为，折辱你的母亲，辱她名声，要将她逼死，给嫡母下绝子药，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儿？你虽非我亲生，因你父亲与我曾是同袍，我带了你们母子入府，没想到你却如此狭窄心胸，为了一个爵位，要谋嫡母性命，又因为一己之私，要休妻娶外室。你这种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人，怎么配再做镇国侯世子？我会禀明圣上，褫夺你世子之位，从此你不再是我镇国侯府之人。世子不是侯爷亲生的，天啊，不是亲生的，还让他当了世子，他还敢给嫡母下毒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母亲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母亲原谅我。父亲，都是儿子的不是，请父亲责罚，但是不要赶儿子出府。若是父亲不喜欢，儿子立即将凌烟赶出府去，不会再让他入府。儿子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世子，你怎么能不娶我？你说了会娶我做平妻，等你休妻后扶我为正室。你说了我们的孩子会为你死的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我怎么会到如此下场？不必休我，我已一决，与你和离。不必休我，我已一决，与你和离。你彻积颇深，且为人唯利是图，德行有亏，非我良人。今日与君绝，你签下和离书，从此我们再无干系。侯爷要逐他出府，世子夫人要与他和离。他刚想着可唾手可得的东西，一下子烟消云散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给母亲下药，我怕你们生下孩子与我争世子之位。如今我知错了，我不争了，世子之位我再也不要了。父亲，求你原谅我一次。陆彦慈被刑部带走，因为对侯夫人下毒可是重罪。凌烟被陆彦慈推倒，动了胎气，但是因为婚礼未成，不是镇国侯府之人，只能是程侍郎将他带回府安置。不料回到府里，却发现大门紧闭，他的东西被程夫人全扔了出来。夫人回了娘家，要与你和离，因为宅子是夫人娘家的陪嫁，所以不许你再踏足一步。凌烟已发动，不能再走，只能狼狈地躲在宅子的门房外，生下一个孩子。陆彦慈因为谋害嫡母证据确凿，又因为夫君禀明皇上要褫夺他世子封号，逐出陆家，陆彦慈被判了流放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若可以再重来一次，我必不会再与你一起悔之晚矣。凌烟只能跟着父亲勉强租了一间宅子住着，但是因为无名无分，程大人在京中又无根基，程夫人娘家在朝中势力庞大，对他各种为难，办差连出了几个差错。而我被陆彦慈下了药，太后让太医正亲自为我诊脉，幸亏毒性未深，还可挽救。在喝了半年的药汤后，我居然诊出了喜脉。恭喜侯爷，夫人这是有喜了。
只愿人生从此顺遂，再无波澜。